一个人如果不受控制的胖下去，会有什么样的下场？眼前这个800多斤的胖子就是最好的教科书，请一定要看到最后，不要重蹈他的覆辙。视频开始前，想问屏幕前的各位，你一顿饭最多能吃多少呢？一碗面，一只炸鸡，还是一顿巨无霸套餐呢？眼前这位800斤的胖子将颠覆你的认知。男人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先吃2块沙琪玛开胃，接着吃一碗女儿端来的土豆沙拉。如果这是你的早餐，可能到这你就饱了，但男人却表示这些都只能算前菜而已。紧接着6个煎蛋和5块汉堡排新鲜出炉，这样还不够，还得在上面浇满浓浓的芝士酱才行。然而这样的分量，男人得吃3盘才能温饱。最后再来1块蛋糕作为饭后甜点。不要忘了，这还只是早餐而已。眼前这个看似年迈的女人，也不是他的老母亲，而是他的妻子。到了午饭，小小的汉堡排直接升级成大牛排，还要配上半盘玉米土豆泥。1盘还不够，那就再来1盘。你能想象吗？他就这样一口气吃了5份，最后还是要1块蛋糕来做餐后甜点。可没过多久，男人又饿了，妻子只好给他再煎上2块鱼排，为了他的健康，还加了一些胡萝卜。可男人吃完后却破口大骂，本以为是强迫他吃素菜的行为惹怒了他，没想到他只是埋怨这些东西吃了跟没吃一样，气得他顺手又拿起快乐水喝了起来。于是为了补偿他深感委屈的心和胃，晚餐只能如他所愿吃美味的中国菜。可这触及了妻子的知识盲区，但奶奶对丈夫的宠爱，她还是想办法点了外卖。香喷喷的蛋炒饭配上香酥的春卷和回锅肉，吃的男人心里简直美滋滋。男人一口气又吃了5盘，才终于吃不下去了，把剩菜丢给了妻子，又照例吃起了蛋糕。看来不是吃撑了，而是吃腻了，想换个蛋糕清清口。这一天就到此结束了吗？当然没有，连我们都忍不住要偷偷吃夜宵，男人又怎么可能会放过这个机会呢？半夜12点，由于附近餐馆早已停业，妻子只能自行驱车给他买快餐，汉堡还必须要超大份，而且要加满芝士。男人眼神充满忧郁，仿佛下1秒就要被饿死了。妻子赶紧把食物递到他面前，男人对着大汉堡狠狠咬上一口，目光已经盯上了一边的薯条。累了一天的妻子刚坐下，正想给自己垫垫肚子，男人那边就已经光盘了，还盯上了妻子手里的食物。妻子只能把自己的那份给了丈夫，看他哐哐2口就给干完了。终于可以熄灯睡觉了。然而这样的日子已经不知道重复了多少天，这也不是影视作品中的夸张描绘出来的画面，而是真实存在在我们身边的人物。男人名叫詹姆斯，由于太过肥胖，行动不便，这张大床就是他全部的活动区域。詹姆斯的肥胖并非天生，而是源自家庭的不幸。他年幼时母亲经常酗酒，最终身患肝癌而去世。父亲后来再婚，继母一下就给这个家庭带来了4个孩子，这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。在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，詹姆斯总怕有一天会挨饿，于是见到食物就尽可能的多吃。他也因此渐渐养成了暴饮暴食的习惯，消除饥饿的食物变成了他身心的依靠。仅仅15岁，他就重达230斤，短短3年就长到了400斤。20岁那年，他遇到了现在的妻子丽莎。丽莎比詹姆斯大22岁，结过婚，还有4个孩子，最大的儿子甚至比詹姆斯还大。跟詹姆斯结婚后，又给他生了2个孩子。由于曾经遭受过前夫的家暴，再加上自己比詹姆斯年长得多，所以他对詹姆斯格外宠溺，当作自己的亲儿子来养。在他无限度的纵容下，詹姆斯越来越胖，在30岁时达到了540斤。他的脚踝因为无法承受他的体重而严重受损，只能在床上躺着休养，而这一躺就是10年。所有的吃喝拉撒全靠妻子和女儿来照顾，运动的损耗几乎从他的生命中消失，导致他的体重猛增到如今的800斤。他全身的皮肤也因此溃烂流脓，每天都需要有人帮他清洗换药。可这想想都没有那么容易，光靠妻子和女儿根本无法完成，每次都只能拜托邻居来帮忙。更可怕的是，他的脏器也开始衰竭，医生告诫他，如果再不做出改变，他也许都撑不过今年。
人总是要是临到头才会幡然醒悟。詹姆斯此刻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。可专治肥胖问题的医生远在千里之外的休斯顿，光是给詹姆斯翻个身都要几个大汉一起帮忙，更不用说送他去医院了。并且最让一家人难堪的问题，还是请救护车一路护送的费用，至少需要15000美金。这对詹姆斯一家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。一家人为了照顾詹姆斯，完全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工作，只能靠政府的救济金来勉强维持生活。无奈之下，詹姆斯只能先通过视频和医生交流。医生表示，目前唯一能救詹姆斯的就是缩胃手术。可缩胃手术也不是想做就能做的，必须先把体重降至600斤以下才行。所以他让詹姆斯先自己在家减重，等满足条件再前往休斯顿做手术。医生告知了詹姆斯卧床锻炼的方法，还给了他一个减重食谱，同时警告詹姆斯的妻子不能再继续纵容他了。看到了一线生机，詹姆斯感到无比高兴。他立刻开始了减重计划，并且趁这段时间想办法筹集去医院的资金。詹姆斯的女儿在网上发起了众筹，还请求了电视台帮忙宣传。可过了1个多月，一家人还是只筹集到了300元美金。正当一家人为难之时，年迈的老父亲送来了10000美元。原来他为了给儿子看病，把自己的房子给抵押了。一想到这里，詹姆斯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自己非但不能让老父亲安享晚年，还害得他流离失所。为此，他下定了减肥的决心。他用老父亲的钱租来了一辆大卡车，还请来了搬家公司，拆掉了碍事的大门，在詹姆斯身下垫上1层布，接着10多个人一起用力将他一点点挪上担架，随即小心翼翼地将他推出大门，抬进救护车。经过16个小时的长途跋涉，詹姆斯终于到达了医院。主治医生赶紧给他做了全身检查，可一看结果，差点没给医生当场气晕过去。詹姆斯的体重达到了735斤，说明过去的3个多月里，他根本就没有认真减肥。面对医生的质问，詹姆斯还一脸委屈，说自己一饿就心情烦躁，为了平复心情，反而吃的比平时还多了。妻子马上也落了泪，说自己只要不给詹姆斯食物，他就破口大骂，最终只能乖乖给他递上食物。看着夫妻俩沆瀣一气，主治医师气不打一处来，3个月的时间就这么白白浪费了。可自己毕竟还是医生，不能就这样放弃病人。于是为了让他尽快达到手术标准，医生亲自开始严格控制他的饮食，那效果也堪称立竿见影。短短1个月，詹姆斯就成功减重85斤，只要再减50斤，他就可以做缩胃手术了。可剩下的50斤必须得让詹姆斯自己回家完成。若是他没有自主减肥的意志和能力，那么手术将毫无意义。可出乎医生意料的是，4个月过去了，詹姆斯都没有来复诊。深感担忧的医生不惜亲自出诊，驱车来到了詹姆斯家中。见到詹姆斯后，老道的医生一眼就看出他根本没有减肥。没想到詹姆斯还在嘴硬，义正言辞地表示自己是严格按照减肥食谱来的。一旁的妻子跟着一唱一和，这种人医生可见多了，多说无益，直接回医院用事实说话。一上称844斤，比上次出院时重了将近200斤。没想到到了这里，詹姆斯还认为是称坏了。可医生说，我这连大象都能称，何况是你小子呢？夫妻俩这下尴尬不已，只能开始不停找借口。一会说家里的车坏了，没法出门买食材；一会又说医生的食谱没写清楚，自己不知道该吃什么，像极了各位小时候犯错了找借口的样子。医生也不跟两人废话，既然你们不想减肥，那我也不勉强，赶紧收拾东西走人。妻子见医生发火，终于害怕了，立刻请求再给他们一次机会。医生究竟刀子嘴豆腐心，还是心软答应再帮他们最后一次。就这样，詹姆斯又在医院住了1个月，再次成功减重86斤。接下来还是需要他回家自行减重。医生最后嘱咐道：“这是你最后证明自己的机会了，如果你再不把握住，就算神来了也救不了你。”詹姆斯也是被点燃了斗志，是要将体重降到600斤以下，狠狠地打医生的脸。就这样又过了3个月，詹姆斯信心满满的回来复诊，一上称788斤。果然不出意料，他不仅没减，还又重
重了30斤。主治医生也彻底对夫妻俩失望了，怒斥詹姆斯如果不想减肥，就不要来医院浪费医疗资源，消耗医护人员的精力。同时指责妻子丽莎的纵容也是最大的帮凶，詹姆斯的失败也有你的一份功劳。医生希望两人能分开一段时间，避免对彼此的干扰，可两口子却理解成了医生想让两人离婚，反而和医生大吵一架。医生这下彻底寒心了，眼前的两人已然无药可救，他也是第一次决定主动放弃病人。果然就在4个月后，医生得到消息，詹姆斯最终因为败血症、肝硬化和肾衰竭住进了医院，不久后就赫然离世，年仅46岁，结束了他沉重不堪的一生。有的人说，詹姆斯的死和妻子的溺爱纵容脱不了干系，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本人脆弱的意志。假如在他第一次出院回家的时候就能下定减肥的决心，或许结局就会完全不一样了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知道肥胖过度的下场了吗？屏幕前的各位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饮食和身体健康，不要走上詹姆斯的老路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请点赞订阅支持一下。如果你还想看其他人的减肥故事的话，欢迎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。这里是奇闻揭秘官，带你看遍天下奇闻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